看到一段很有感触的话，是这样说的：本以为拉黑删除了就不想了，本以为断联不聊了就不想了，我虽然清除了关于你的痕迹，却偏偏抹不掉心中的情绪和回忆。曾几何时，我们以为结束一段关系是大张旗鼓的告别，高调宣布再无关联。直到时光不断从指尖溜走，才恍然惊觉，表面的绝情，斩不断未断的情谊，纵是狠下心果敢诀别，也不过是一场华丽的骗局。真正想走的人，往往是悄无声息的，就像被秋风带走的落叶，不带有一丝留恋。恰如陈忠实在《白鹿原》中说，世上有许多事，尽管看得清清楚楚，却不能说出口来。历经人情冷暖，人心多变，不再傻傻等待挽留，离别便是静默退场。一个人最大的绝情，不是断联，也不是拉黑，而是沉默。进入今天这期节目，要来跟你说说最大的绝情到底是什么。本期节目的文章来自10点读书，作者李可墨。东经122度，北纬31度，我在中国上海，你在哪里？嗨，子静，我是欧阳，我在广东，祝大家晚安。我是小李，我在江苏苏州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子静，我是郭巨人，我在广西河池，祝大家晚安。嗨，你好，我是子静，这里是深夜治愈所，我和你的治愈星球。沉默是失望的开始，失望你不曾看见我的付出，希望你不曾重视我们的关系。既然我的掏心掏肺只能换来你的无情无义，那么不妨让尘归尘，让土归土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，人一旦悟透了，就会变得沉默。不是没有与人相处的能力，而是没有了逢人作戏的乐趣。成年人的世界，没有人真傻，失望积攒满了，纵使简单的一句敷衍，也不愿再花费心思应付。友情也好，爱情也罢，当感情一次次被消耗冲淡，就失去了表达的欲望。沉默足以代替所有，自此情谊再无回头路。电影《婚姻故事》中，妮可和查理一见钟情，相许余生。妮可是小有名气的演员，婚后为了家庭放弃了事业，全身心围着查理和孩子转。在妮可的助力下，查理从寂寂无名的小导演成为了炙手可热的知名导演。然而妮可倾尽爱意，并没有被珍惜，换来的只有忽视。妮可想在洛杉矶久居，查理嘴上答应，却以工作为由一拖再拖。妮可想追求自己的事业，查理非但不支持，还要妮可继续为自己和家庭奉献。结婚10年，查理甚至都不记得妮可的电话号码。妮可试图用离婚点醒查理，查理不假思索就同意了，还趁机数落妮可的演技差。妮可见查理言语间尽是挑剔，这次没有回击吵闹，而是转身回到房间，独自流下了眼泪。1周后，妮可就带着儿子搬去了洛杉矶，重新回归屏幕，还自己尝试当了导演。
很喜欢这样一句话：沉默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觉得没有再说的意义。风吹麦浪有涟漪，人心已凉无波澜。人爱到深处时，有千言万语道不尽，但不爱的时候，多说一句都深觉浪费。铁了心想要走的人是静默的，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，心死时便无话可诉说，该离开便无序说再见。这世间的沉默都是以离开为前奏，在心中低吟浅唱告别之歌，不念过往，只敬自己。有人说，真正的放下不是不想念，而是即使想起来也无关痛痒。彻底的遗忘里，没有悲伤，没有欣喜，也没有怨恨，只有波澜不惊。那些情深时的轰轰烈烈，那些忘不掉的痛彻心扉，终会在沉默中化为灰烬。与其喋喋不休与过往作战，不如率性放下，转眼望向前，含笑迎接每一个朝阳。曾经在作家蔡澜的书中，我看到一个关于酒吧老板娘的真实故事。老板娘之前是一位幸福的家庭主妇，有2个女儿，聪明伶俐，丈夫也温柔体贴。丈夫在银行上班，平时很少应酬，下班会及时回家，主动辅导女儿做功课。吃完饭，全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日子过得平淡而又温馨。忽然有一天，丈夫很晚都没有回来，第2天仍然不见踪迹。老板娘和女儿四处打听，也没有下落。后来接到警方通知才知道，丈夫爱上了一个陪酒女，为了讨好陪酒女，他私吞公款。事情败露后，酒吧女跑了，丈夫吓得躲了起来，这件事还被刊登在了报纸上。经常往来的亲戚朋友得知之后，都对他们避之不及。1年多的时间里，家里只有快递员会敲门。遭遇如此的变故，都以为老板娘会歇斯底里，她却没有抱怨指责任何人，也没有再寻找丈夫，反而比以往都沉默，安静陪女儿们继续生活。后来老板娘还开了一间正规的酒吧，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再也没有人对他们另眼相看。这不由让我想起诗人阿拜库南巴耶夫所说的，一个人愤怒的大喊大叫是可笑的，一个人在愤怒中沉默不语是可敬的。吵闹不是化解愤怒的最佳方式，沉默才是。越是抓狂，越会不堪，不妨让一切归于平淡，任风雨飘落，闪电雷鸣。波涛终将归于平静，该走的会走，该留的会留。沉默是成全自己最后的体面。拜伦在春逝中写道：若我会见到你，时隔今年，我如何和你招呼？以眼泪，以沉默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难以忘怀的人，或因爱而不得，或因伤害背叛。无论是美好还是忧伤，都注定只是人生的匆匆过客。遇见过，笑过，痛过，都是成长，不必再耿耿于怀，更不必强行画上句点。沉默辞别过往，才是治愈心灵的止痛药。人生不只有过去，还有当下和明日。让清风带走爱恨纠葛，把温暖的情绪留给值得的人吧。